在这边找到五泰猪的榴莲，大家，我在这边找到五泰猪的榴莲，这里面太华丽了吧，一折一折。他们家的猪脚饭非常入味，而且它的皮很有胶质。史上最便宜就在这里，大家要来 Impact 参加演唱会，一定要收看这集。大家好，我是住在泰国的 Timmy。这次呢 ，F Forever 恒星之城要在曼谷开演唱会，由五月天阿信携手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一起到曼谷的 Impact 开演唱会。大家如果上网搜寻 Impact 的这个字呢，会发现，它离市中心的塞洋好像有点距离。带大家走一条北曼谷区的曼谷在地人路线，包含要去吃什么、逛什么、买什么，还有住哪边方便，通通都会在这一集出发。先从住宿地点推荐大家，我住了非常多次，爸妈、家人、朋友通通都来住过。来曼谷住了一次就爱上了。大厅的空间很大 ，check in 的柜台在后面。这边呢有一个书籍阅读 corner， 可以在这边看书，还有玩桌游。那另外一边呢有一个按摩椅，有一个公共厨房可以使用，空间也很大。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冰箱，大家可以把买来的食物需要冰冷冻的就可以冰在冷冻库，需要冰冷藏就可以冰在这边。那上面有烤面包机，这边杯子，餐盘在这边，还有热水壶。电热炉下面的地方呢，厨房用具都在里面。下面还有一个微波炉，早餐也会在这边。才300泰铢就有含早餐呢，CP 值超高的。这边还有吉他可以使用。它也同时包含了酒吧，还有咖啡厅，还有卖蛋糕跟食物，食物很好吃。泰奶很好喝，我很常喝这家泰奶。我最喜欢这个鸡腿饭，这边是24小时都有营业，不用怕找不到食物，这里就有食物吃。素食者也可以食用的，不用担心。这个呢就是咖啡，都是有图片，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喝泰奶。我的爱。零食区就是东洋口味的泡面。大厅介绍完之后呢，再带大家去开房间。开房间听起来好像有点怪。进去之前呢，要在这边滴卡，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空间就是会被锁住的，安全我觉得很重要。这边呢是可以放行李啊，可以寄放30天，免费哦，免费寄放，超赞。1楼这边是女生的房型，现在我们前往2楼，在我背后是云的造景，因为威哈是天空的意思。这边还有一个日历，是可以看这个月有什么样的活动。2楼的话就是私人房型，可以1人住，也可以2人住。再来3楼呢，就是混合式房型，有6人房、8人房，然后14人房。这边的床位有分2种类型，一个就是这种侧边的，是可以从侧边起身，然后可以拉上窗帘，像这样。这是第一种床位，会有一个这个棉被，就是我自己比较怕冷啦，这边的冷气很强，我都会再多带一件外套。被子就是比较薄的棉被，毕竟泰国很热。然后呢，给大家看这里面，这边是这个灯，可以控制这个地方。这边有2个插座，这边可以放手机充电的时候。那这边呢有衣架，还有可以挂衣服的地方，或者挂毛巾也可以。那我给大家看整个关起来。整体大概是这么暗，可以整个人躺这样，然后手还可以1半的空间，宽度我觉得算是还不错。单身的时候不会觉得太挤。我刚来曼谷的时候就是住在这里，我住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给大家看。它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是这样，窗帘的地方在这边。是这样关起来，就是你的侧边呢是会被包围住的，这样子还蛮有安全感的。另外一种床位也是有这个正方形的格子，可以让你放东西置物，一样会有衣架，还有挂衣服的地方。就是看大家是喜欢哪一种类型，会有这个置物柜，可以伸进去，快几乎整个手臂了。要记得带自己的锁头，可以这样子锁起来。我很喜欢这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边非常干净，镜子也完全没有水痕。哇哦，好香啊！这就是房间里面。那双人床的房型还有提供水、毛巾，这个插电之后，这边灯泡就会亮，亮了就是很好化妆，很赞。这个采光蛮好的耶。那这边就是挂衣服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柜，这边是有浴帘隔住的干湿分离，含洗澡、洗头。
这个呢就是女生房型，女厕在里面，大门口进来的右手边，门推开之后，这里面就是女生专属的厕所，里面呢吹风机也有，洗手台也有，镜子也有，厕所2间是上厕所的地方，2间呢是洗澡的地方，也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在威哈 Hostel 的这个住宿的地方呢，是在 PK 14站，是 Luxy 站，粉红线坐5站就可以到演唱会的现场。这边离曼谷的朗曼机场也超近的，2站的距离，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在曼谷朗曼机场来曼谷，因为那边入关不用排队，出关也不用排队，非常方便。而且在朗曼机场下飞机的机票比较便宜哦。这次的演唱会不止我一个人很兴奋，身为泰国人的普恩也超兴奋。Forever, forever， 把澎湖的心都点亮，拥抱笔下的模样，永远很回忆，手线很心不忘。第一个先带大家去拜这里的主殿，门进去之前的右手边有一个红色身体的是财神，左手边呢有一个绿色身体的是辟邪的守护神。在这个壁画之中，它隐藏了6种不同的角色，其中也有哆啦 A 梦，大家就可以在经典壁画之中找出这6个角色。进入主殿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详细看这个佛教的经典壁画，我觉得它里面很像那个银河系耶，抬头看天上的话是有那种银河系的感觉，而且我有找到哆啦 A 梦哦，他在参拜，他就在大佛像的后面。现在我们移动到主殿后面的蛇神庙。进去寺庙之前，在泰国啊，女生不能露下半身，手臂也不能露出来，所以要穿这样子才是 OK 的。然后这边呢，有这个可以围住你的下半身的。有一些寺庙没有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来泰国的时候，在行李里面放一个这样子的围巾，然后把下半身这边遮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了。现在进来蛇神庙的主殿。进来之后呢，这一个柜位是可以买贡品。在泰国的信仰里面，1周7天有7个不一样的颜色，那大家就可以看你在哪一天出生。那一天如果是星期天，近日色就是红色；那如果你是星期3出生呢，就是绿色。然后这边呢就有相对应颜色的贡品。现在买完贡品了，非常精致。这个呢是折成像是蛇的造型，这边有花，还有平安水，贡品还有槟榔，还有香。从门口这边进去，哇塞！这个呢是庙方新建的地方，主要是打造一个蛇神庙的洞穴，是近期北曼谷泰国在地人非常夯的新景点。这里面太华丽了吧，真的有那个洞穴的感觉，上方也是洞穴，就是那种岩石的造景。这边有很大的蛇神环绕在这个柱子，天哪！而且里面有冷气，然后又有电风扇吹，有那种真的在洞穴里面的感觉，因为洞穴里面都很凉。哦，这边用了一盏吊灯，让整个地方金光闪闪的。这边有打造起来的钟乳石。大家走到最后呢，这边有一个隐藏版的蛇的眼睛，然后大家从这个洞穴里面看进去，如果你有看到蛇的眼珠子的话，就是代表有幸运。我把这一份幸运也送给大家。哇！里面还有那个许愿的 coin， 有点像许愿池的概念。中间这边就是纳嘎的神像，是有108个纳嘎蛇神围绕着佛像，做成一个伞的概念，去保护中间的神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参拜的地方有点像是用湖面上的水的概念，里面有莲花啊、鱼啊，打造出有点像是在地底龙宫的感觉。在泰国参拜的时候啊，进入到那个地毯的地方呢，人要比神像还低，不能高过神像。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求签，这个签的有够大，超级大。现在在的地方呢是 Injalan Market， 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年代的老市场，从1955年至今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有70多年的历史。7个足球场这么大，大概14000多平。后面的这家，它是在卖满骨露米饭，
饭的，每次来的时候都会买这家，一盒非常便宜哦，才60泰铢的芒果糯米饭。泰国人来这边啊，通常都是买1斤2斤这样子，然后回家可以配芒果啊，又或者是可以配榴莲，变成榴莲糯米饭。现在买的这家呢是猪脚饭，然后他们家的猪脚非常好吃，很嫩，每次来都大排长龙，很多买外带啊内用的。它的招牌旁边会有一个歪头，大家买完之后呢，就是随便找位置坐，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座位到处都有。那有一些店家，它的后面也会有座位。然后刚才买的猪脚饭，然后我就买猪脚没有买饭，我是买80泰铢的，然后多加1颗蛋，所以总共是90。80泰铢的分量很多耶。就是这味道，他们家的猪脚饭非常入味，而且它的皮很有胶质，非常有嚼劲。这家的猪脚肉啊，它卤了超久了，非常入味。另外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嫩，很像种了化皮这样。我也很喜欢吃他们家的卤蛋。最喜欢他们家猪脚饭的原因呢，就是它的那个猪皮啊很有胶质。之外呢，你吃进去之后，你的嘴巴会那种有黏嘴的感觉，就让我想到在台湾吃卤肉饭，我自己啊最爱的就是那种会黏嘴的卤肉，自己很喜欢吃肥肉的猪脚，大部分的瘦肉啊，它会卤的比较干柴，再加上它卤的还有一点点纤维在，所以你吃得到它一点点的瘦肉纤维之外呢，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又有富有胶质，吃起来完全不会有那种油腻感。通常有一些卤汁啊会卤的一个太咸，它的甜咸抓得很都合。然后我自己是喜欢比较再偏甜一点点，这家是甜咸中偏向甜一点点的味道的那种卤汁。每次来的必吃组合都是这个猪脚，配上这个蛋。这个呢是刚刚普恩去买的海南鸡，因为普恩他有在健身，所以他都会把鸡皮去皮。通常我都是鸡皮的吃，这也是最好吃的部分。这一盘是140泰铢，肉量非常多，就是鸡胸，但是很嫩。而且它有带一点那种鸡汤香，甜甜的鸡汤香味。这个呢是刚刚买的扩改，这个是连冠6年米其林的那种。先帮大家科普一下扩改是什么，用锅炒出来就是扩，改就是鸡肉，算是锅炒鸡肉河粉，就是这一道菜的名字。它有点焦香气。面条呢，它把它用那个炒锅炒出一点焦焦的，所以吃起来会有点锅巴的感觉，所以会脆脆的口感。旁边还有这个蘸酱，有点甜辣酱的感觉，然后大家可以配着这个蘸，吃的同时可以吃得到焦香、蛋香、鸡肉香气，然后口感上呢是脆的，再加上鸡肉的嫩度，有脆又有嫩，有种那种干煎河粉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焦香气蛮棒的，它锅巴香气跟蛋结合的很好。Real 锅盖它 to be crispy and soft. This is the real one. I want you to try this. 这个呢是我刚刚买的芒果糯米饭，分量超级大，而且非常便宜。虽然这边用的是比较小颗芒果，但是它是一整颗的。然后这个呢糯米饭这么多通常市中心的糯米饭就是那一滴滴。这个是一整袋，然后还有椰奶酱跟绿豆蒜，是不是很丰富？店家呢，我觉得还蛮卫生的，这一点我很喜欢。他会把糯米饭分开装，然后椰奶酱也分开装。那所以大家就把饭放好之后，倒上芒果，再倒上椰奶酱，再放上绿豆蒜，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芒果糯米饭，重量级的60泰铢。很甜，芒果超甜的，而且你用舌头轻轻把它掰开，它就化开了。好，我们来吃这个糯米饭。这家的糯米饭它的口感是比较湿润的，吃起来非常软绵。它的椰奶酱不会到太甜，再加上它的米本身是一种甜甜的香味，然后大家要搭配这个绿豆蒜。吃起来呢，会把糯米饭多一个那个脆度，还有那个绿豆香，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甜咸的味道。有一些糯米饭糯米口感，它是带点粒粒分明，然后这家是湿润度中带点粒粒分明，我觉得很棒，因为他们加入椰奶酱不会到太甜，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腻。曼谷市中心绝对找不到的价格，大家一定要跟着这条路线吃起来。这份芒果糯米饭让健身的人全部吃光了。从
大潘买的空桥走下来，出口3号下桥之后呢，我们就往这边走，往左手边，左手边进去会看到一个标示，上面写 In Jalan Square。大潘买就从这个入口进去，你的左手边会有一个 Bear House 饮料店，右手边会有一个 KFC， 我们就往前走。这边这个区域就是专门卖食物的熟食区，然后继续直走，这条路都不用转弯，我不转弯。然后左手边呢就是刚刚普恩吃的海南鸡，右手边就是刚刚我们吃的货改泰式干炒河粉，然后我们再右转，从这个干炒河粉这边右转，然后一直直走，然后你的右手边就是猪脚店，你就会看到2只歪头鱼在那里。哦，直走，不转弯，右手边就是芒果店，刚刚很好吃60泰铢的芒果糯米饭就在这边，大家可以把路线记起来，就可以来跟着买。大家吃完芒果呢，芒果店的对面就有水果店可以买。哇，这才360哎，这很便宜耶，这么大一个。这边还有50的，大家可以吃这个，50块就可以拿到这么大个哎。这 size 差不多跟我脸一样长，50泰铢而已耶，超便宜。这是市区绝对找不到的价格。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大份的一种，这样吃580，很大哎，分量超多，1公斤才45哎，这也是市区找不到的价格哎。你的脸呀，好นิ่念。美丽的老板娘说，就是可以这样子捏它，如果软软的话，就是好甜的山竹。然后呢，这个山竹后面会有这个花瓣，6个花瓣就表示里面有6片果实。老板娘很好哎，她说要请我们试吃。闻起来很甜。茶餐会，好甜哦！泰国人就是这么热情。哇，超甜，又甜又多汁。这家认明这个粉红色的牌子，1个15山竹，然后这个是1斤35的红毛丹，还有3斤100红毛丹。然后我们刚刚有买什么？我们刚刚买了山竹，代表45，有够便宜的。然后刚刚老板娘很可爱，她还多送我几颗，所以它是有超过1公斤多，45泰铢，很便宜。大家可以来这里山竹自由，芒果糯米饭自由。这一半边呢是熟食区。那另外一半边呢是生食区，以水果店作为基准，这边就是生食区，然后生食区就往这个入口走进去呢，一大半边呢有卖鲜花啊，还有一些青菜啊、肉啊、水果等等，啊右半边还有卖一些零食、杂货这样，延伸到那个后面都是。刚刚还买了一杯手标泰奶，跟每一个分店一样，都是可以选择有色素、无色素。我是买有色素的，你可以从无糖到130糖，正常糖再加更多糖这样，而我的是无糖的。哇，泰奶就是需要这种香气。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叫做 Lake Club， 那这边呢也是近期泰国人非常憨的新兴景点，这边完全找不到外国人，我除外，是最近很夯的一个打卡点。以前的饭店去打造的，就是这个饭店已经没有在经营了，然后用这个旧的饭店去打造的一个创意空间。然后这边呢就会有一些咖啡厅，好看可以打卡拍照的小吃，然后有不一样的选物，而且这边的那个电风扇超级大一个，完全不会热。这样的，然后这边呢还有那种创意空间，就是那种手作课程，在每个月会有不一样的课程可以参加，然后大家也会带着那个笔电来这边，很 chill 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凉哎。我本来想说会有点热，结果超凉。那这边呢建筑算是工业风格，大家去演唱会之前，因为演唱会那边的场馆其实会很多人，大家也可以就是在这边走走逛逛，然后看一下这个湖边的景色，非常漂亮。不用在 Impact 的演唱会的那个展览那边人挤人，可以在这边悠闲的等待，吹着凉风，看着湖景，然后再去演唱会的现场。从
Lake Cup 走过来大概10分钟，700公尺到了这家近期很夯的地方。这个呢是从一个洞口点咖啡。首先先在这个墙上面选你想喝的，拿着你的饮料卡，这个洞口选好之后就可以在这边点餐。我点了一个巧克力49泰铢。哦，好分开。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 I 人，不用看到店员的眼神，很适合社恐的一个咖啡厅。上面的建筑它就是工业风，然后上面呢是还没有完成的建筑，那它在下面开了一家咖啡厅。巧克力蛮浓郁的，苦中带点回甘。现在呢，我们从 MT-01下站之后呢，这一站是 Impact Montoni， 要带大家去演唱会的会场。从这边出来，你要走3号出口，从手扶梯下来之后，会看到很大的标示，上面写一个 Impact， 就是往那个方向，或是认出口3。一直直走呢，就会看到前面会有个圆圆柱状体。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台湾的话，就有点像台北的世贸中心，会办一些展览啊，各种展览。像之前呢，5月天2017年也有在曼谷开过演唱会。那时候呢，在Impact这边还没有捷运线，那现在捷运的线通了，就很方便。那一年呢，我也有来当迷妹。像我之前5月天演唱会的时候，我跟我姐也是住在威哈，她散场的时候就会是很可怕的状况，交通非常的拥挤。那现在有了这个捷运线就很方便。从这边散场之后啊，大家如果是搭捷运粉红线，很近，坐5站 PK 14站下车就可以找到威哈 Hostel， 住宿点就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平价 ，CP 值很高，还有含早餐哦。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场馆一直走呢，大家就会看到上面写 Challenger 1。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到 Impact Arena 哦，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看，你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是 Challenger 的还是 Impact Arena， 因为 Impact 超级大，所以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大家在找路标的时候，也可以头往上看，然后你会看到一个蓝色的指标，那蓝色的指标上面会写 Impact Arena， 然后就是要右转。同时呢，你也会看到 Challenger Entrance 3， 就是入口3的这个标志。大家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这边要右转，右转之后呢，前方就会有一个自动门，然后从这个自动门走过去。这个走廊出来之后呢，这边有很多不一样的餐厅，大家就可以在这边找吃的。像这家是卖港式料理，旁边这家中间的是卖日式的，最左手边那一家是泰式。穿越这个餐厅之后，我们就到 Impact Arena 了，这边会写一个 Impact Arena， 演唱会的地方就在这里。接下来带大家去找 Seven， 也是很近。我们刚刚看到这里，走手扶梯下去，这边下来。之前5月天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在这边，所以我对这家非常熟悉。从这边出来，自动门出来之后呢，你的右手边这边就是看演唱会的场馆，就在这边。左手边呢，过来这边也会有几间餐厅跟 7-Eleven， 这边有汉堡王，然后 on the table 是泰式混合日式的料理，蛮好吃的。然后它的食物都是精致小型的。如果大家胃口比较小的话，蛮推荐的。然后 on the table 旁边就是 7-Eleven， 那 7-Eleven 隔壁呢是一家韩式炸鸡店 Bonchon， 哦，这个超好吃的，推荐大家可以吃吃看。从 BTS 下站之后到场馆大约是10分钟的路程，不会到太远，而且一路都有凉凉的冷气。看完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沿着路往回走，就会走到刚刚下站的粉红线的地方，然后再搭捷运回到威哈 Hostel。有一点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威哈 Hostel 它有24小时的柜台，无论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 check in， 什么时候退房，都会有人在。重点是它还有女生专属房型，这点我觉得很棒，因为就是追求安全第一。我挑选住宿最在意的地方就是安全，毕竟大家来看演唱会嘛，要开开心心出门，然后平平安安回家。大家在去演唱会之前啊，如果还有一点时间，或是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活动，要带大家去一个泰国人才知道的隐藏版逛街景点。大家就是走到有一个通道，这通道出来之后呢，要上手扶梯。那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演唱会场馆很近，再继续直走，要往停车场的方向，会有一个长长的手扶梯，走过来这边是连接到停车场。然后直走呢，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门口，这边有一个电梯。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3楼，然后我们要去1楼，从3楼前往1楼。出来推在这个门之后呢，左转，我们就抵达了在地人的 Outlet， 打3折哦，非常便宜。
这边整个地方呢都是逛街的地方。你看这个也是3折，这个 Super Sport 在泰国的 mall 里面算是运动集结的品牌，1折。这双超便宜的，这双 Skechers 原价是3200，打折987而已，超便宜，太扯了！我找到 Adidas 400泰铢，它是从2000折价成400，不可思议的价钱 ，shocking price。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呢是大拉 Safe One Go， 在这里呢是北曼谷区著名的平价好吃便宜在地的夜市。捷运烘铁站一出来就会到这个夜市了。还有菲力 cheap steak 1卡，แล้วก็ไม่ใส่เบคอน。现在我们买的这家呢是 Uncle Jack， 那它是卖法棍，但它是那种面包的，里面会放那种肉啊，还有起司。高清卡，我们现在买的这个呢是泰式的香兰小蛋糕，这里9颗只要25泰铢哎，通常在百货公司里面6颗就要60泰铢，9颗25，18颗45，27颗65，27颗才65哎，香兰高质油。再聊卡，喝分卡。现在我们在这家是卖芒果糯米饭的，然后它的芒果糯米饭这样子一盒只要20泰铢而已，而且它用的芒果是水仙芒果，是泰国非常甜的芒果，这样一盒20哎，芒果满满的。来泰国呢，就是一天要2盒糯米饭。扣分卡。我们现在买的这家呢是青菜店。榴莲在这边也非常的便宜，然后分大小块，胃口比较小就可以买比较小颗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而且有时候加上是独旅，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就想要尝尝看。只有5泰铢的榴莲，我在这边找到5泰铢的榴莲，大家，我在这边找到5泰铢的榴莲。有 discount 3吧？老板娘给我看这个3块而已，没有折价就有3泰铢。她说小颗的也很甜，那我买5泰铢跟3泰铢的，我刚才总共买了8泰铢的榴莲呢，史上最便宜就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这一家有个黄色帐篷的，可以来找可爱的老板娘跟老板，他们家的榴莲是最便宜的，它也有1整颗的哦，才350哎，这是他们自己农场种的榴莲。哦，还有照片呢，怎么这么可爱？太可爱了！大家就是认明他们2位，就可以找到史上最便宜榴莲。这个市场啊，之前我有跟小纳豆还有阿元一起来拍片，刚刚也问了这边的老板跟老板娘，他们说这边的市场啊，通常就是他们的摊位会轮流换，不会固定在同一个摊位，算是一个风水的概念。因为泰国人其实也是讲究风水的。之前我跟伊恩来 Safe One Go 的市场拍夜市影片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找到0泰铢的，大家也可以去看这支影片。现在这家呢是在卖沙拉卷的，就是有点像越南春卷，里面是包青菜居多，然后再包一些馅料。那它也有卖沙拉，如果是素食者或是想吃青菜呢，就可以找到这家。还有卖1整盒的沙拉的，那也有卖这种沙拉卷。现在我们在这家呢是在卖牛排的，然后我们刚刚点了一个是热眼，还是100泰铢，这边都有写中文。还有这个10秒煎牛肉。大家买完食物之后呢，这边有很多的座位区，大家就是随便找自己喜爱的座位，然后坐下来就可以开始吃了。那我们从刚刚买的这个开始，算是一个大型的热狗卷，但里面不是热狗，里面是肉泥。面包稍稍硬掉，吃起来都是酱的味道，它姜放超级多，然后还有带一点炒洋葱跟肉的香气，单吃肉还不错，面包有点硬掉，比较可惜，有点像在吃前品堡的感觉。再吃吃看这个香然糕，这个超便宜，这才25。好 Q 哦，然后带一点清香的香奶味，这可以买多颗一点，9颗不太够，很 Q 弹，有嚼劲，好吃。再来试试看这个青菜，它有点像是烫青菜，有点大。这家它是带点泰式的辣酱配上芝麻的味道。我会说这个是辽国料理，老板他自己也有说他是辽国人，
这是辽国的菜色，做蛮清爽的，它的辣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尾韵的辣，然后带一点酸味，它其实会越吃越刷嘴耶，还有一点芝麻油的味道。刚刚还有买那个热眼牛排。牛香气蛮够的，肉质是带点筋，比较有嚼劲一点的肉，比较扎实。我觉得它煎的可能有点太久了，所以比较硬一点点。但我觉得牛香气蛮香的。20泰铢芒果糯米饭，来泰国呢就是天天糯米饭，才不能愧对这个糯米饭的存在。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吃了糯米饭嘛，晚上也来吃糯米饭。然后它招牌是写它是用水仙芒果，是泰国很甜的一个芒果品种。真的很甜，哇！这个吃起来完全无纤维，超赞的。最喜欢这种芒果了，它剥的量大概是芒果的半颗的芒果量。然后吃一下它的芒果糯米饭，这家的糯米饭也是湿润度很足够的，带一点粒粒分明的颗粒感。像这里的饭量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才20泰铢而已。然后这个也有附椰奶，但这家的话就没有绿豆蒜。沾上椰奶试试。沾上去之后，它就是带一点甜甜的椰奶香气。哇，配上那个芒果，真的是20泰铢芒果糯米饭，能说什么？真的很好吃。早上在印加人市场吃到的那个芒果糯米饭我比较喜欢，再加上那个椰奶调味，我也比较喜欢早上印加人的糯米饭。它吃起来就是湿润度很够，然后椰奶沾上去是一个加分。那这家糯米饭湿润度还算 OK， 但是椰奶香气没有早上的那么足够。但是这家芒果非常好吃。跟早上一样，两家的芒果都很好吃，都好甜哦。对了，而且他们两家都保有那个芒果的水分，就是你吃进去，哇，那个水分就直接在嘴巴里面散开，超赞。前进到我们的榴莲，这是我此生买过最便宜的榴莲，3泰铢。我觉得这个 size 超棒，榴莲有时候不能吃太多，都没有人想跟你分享榴莲的时候呢，一口小榴莲。好吃的榴莲就是要这样子，外面有一点带点脆脆的，然后里面呢要有点软绵的。哇，这个榴莲味香气，大家有闻到吗？很甜，榴莲香气也很足够，好赞哦！这个呢是5泰铢的榴莲，先感受一下这个香气。只有我喜欢吃榴莲，所以都没办法买一整颗。看到这个完全超赞，来你吃吃看。谢谢你精辟的介绍。I heard they were announcing to ask all the tenants to don't keep the food from yesterday to sell, to maintain the good quality of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fresh every day. 很 fresh。这边呢，总共分成2区。右手边这区呢是食物区，左手边的这区呢是逛街区。就从这边走进去，这整大片的正方形都是卖食物的，各式各样。再来这一区呢是逛街区。大家要上厕所的话，可以走到停车场，就是在市集的后面，有停摩托车的这个地方。左侧这里就会看到一个 toilet， 这边呢就是厕所。大家早安，现在带大家来吃早餐，有优格、水果，这是燕麦片、燕麦吐司、白吐司，还有果酱。这边还有咖啡茶，还有巧克力，后面还有烤面包机。这个呢绝对不能错过，这个超好吃的。这锅里面呢是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现煮的鸡肉粥。泰式早餐就一定要吃这个，我已经来回访过 N 次了，绝对是曼谷最棒青旅没有之一。就是24小时的柜台服务，所以你即便是凌晨从机场下飞机来 check in， 都会有人随时在。我觉得这点非常棒，很安全。尤其是女生一个人自己自由行的时候，它的位置是靠近朗曼机场，所以你下飞机之后再坐个2站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如果懒得搭交通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以直接坐计程车，1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里。房型非常多，不同的
选择。不管你是想要双人房的、单独的、自己的私人空间，或者是你想要6人房、8人房，或者是女生的房型，也都有。推荐大家到官方网站挑选适合你的房型，还可以整间包下来，就是3、5好友一起，或是你家庭旅游一起，就很方便。大家同时住在同一个房型，在青旅附近的机能也很方便，走路出去不用1分钟就会有 Seven 洗衣店，还有24小时的超市。那大家也可以 follow 他们的 IG 还有 Facebook， 然后追踪最新的消息，就可以跟着活动一起玩。重点是这些活动啊，只要你入住就可以免费参与的哦。以上呢就是北曼谷演唱会路线，我们从威海 Hostel 的住宿出发，一路去了蛇神庙，非常在地的老市场、文青艺术空间、隐藏版 Outlet， 还有非常在地的夜市，也实际走了 Impact Arena 演唱会的路线。大家来曼谷看恒星之城演唱会，或是之后有来 Impact 看演唱会，都可以直接照着这个路线走，吃喝玩乐住宿一次搞定。以上的哪个地方大家也想要去的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集影片，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那 Kim 啰嗦，我们下个礼拜6见喽，拜拜。